今天捣乱世界的轴心国已经形成，那就是日美澳轴心国。这个现代版的轴心国，别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但其实是针对全世界。而军国主义野心不死的日本，已经成为现代轴心国的最重要发起角色。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现代轴心国已经形成，日本联手美澳干涉中国内政，我希望今年成为决胜之年。据环球时报报道，1月7日，日美外长、防长举行2+2线上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中国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示担忧，重申调阅到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这次美日外长、防长的2+2线上会议还特别提及台湾、新疆、香港、东海、南海等问题。而在6日，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完历史性防务安全合作协议，声称这次会议使两国军方能够更紧密合作。国外分析认为，这是美国盟友加强联系以应对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的最新例子。各位看到了吧？这是日本分别联系美澳两国举行的线上会议和签署的协议，可见日本的主动性很强，甚至超过了美澳两国。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好几期节目里说过的观点，在阻挠中国实现两岸统一和遏制中国发展方面，日本的主动性要大于美国。日美澳的表现让我的思绪突然回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阵营的最基本特征——德意日轴心国。我看到了日本的最新角色，也看到了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角色。今天捣乱世界的轴心国已经形成，那就是日美澳轴心国。这个现代版的轴心国，别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但其实是针对全世界。而军国主义野心不死的日本，已经成为现代轴心国的最重要发起角色。看看地图，我们就能明白，这个现代轴心国是一个要全面控制太平洋的三角布局关系。美国在北美太平洋的东岸，澳大利亚在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日本则在太平洋的西端，紧邻中国。这个三角关系不仅体现了日美澳三国对于太平洋以及南美地区的野心，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印度洋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野心，还体现了他们对于欧亚大陆的野心。一句话，这就是地缘野心。这个三角关系似乎每一角都很重要，尤其是再加上北约力量，战略目标一旦实现，美国就能实现继续领导世界100年的战略目标了。美国是北约的老大，通过北约已经控制了欧盟，但还嫌不够。美国需要控制整个欧亚大陆，那就需要首先搞垮俄罗斯的普京政府，然后扶持一个亲美的傀儡政府。随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5个中亚国家以及蒙古自然就全部被他们拿下，然后他们也都可能会加入北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实现北约大军直接压进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目标了。随后，印度大概率会立即坚定选边站，甚至不排除加入北约的可能。还有南亚、东南亚国家估计也会大多一边倒。中国陆地就基本被美国势力集团包围了。日本一角的力度很大，以北约对中国形成东西夹击态势，而在澳大利亚一角则辐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是核心。如此，美国就完成了对中国的全面包围。
这就是乌克兰成功政变、白俄罗斯险些政变、哈萨克斯坦这几天突发武装暴乱的根本原因。不过，最新消息，哈萨克斯坦的武装暴乱已经被俄罗斯维和部队和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联手镇压了。最后，我想说，美国的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国用行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的，美国不灭亡，世界不可能太平。我们还是给奥密克戎大军加油吧，给美国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加油吧，经济危机加油吧。期待马斯克关于今年春季或者是夏季美国金融危机的预言能够尽快实现。美国制裁才是成本最低的世界和平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年能够出手解决台湾问题，假如日美澳冒险干预，那这个现代轴心国必定一起玩完了，再现2次大战的结局历史。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